欢迎订阅时事快线。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。每天10分钟，了解天下事。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今日重点摘要：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，限制中国获取人工智能芯片会损害美国公司利益。美国向南美部署航母后，中东和欧洲地区将没有航母存在。富士康休斯顿工厂将整合人形机器人用于人工智能制造。一项新研究发现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优先考虑用户认同而非准确性。芯片危机加剧，欧盟汽车制造商面临停产风险。美国将向韩国提供技术，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。乌克兰将于下月出口国产武器。联合国核问题负责人注意到伊朗核设施活动再次活跃。人工智能生成的飓风梅丽莎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。中国保留使用武力实现台湾统一的权利。FDA 提议加快生物类似药的审批流程，以降低成本。据美国 Stat 新闻网报道， FDA 昨天宣布了一项重磅改革方案，要大幅简化生物类似药的审批流程。这次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再强制要求企业进行那些耗时1到3年、花费高达2400万美元的人体临床试验，改用分析测试就能证明药物的相似性。要知道，生物制剂虽然只占美国处方药的 5%， 却占了总药品支出的 51%。FDA 局长马卡里说，这项新规预计能在3到6个月内正式发布，不仅能把开发时间从5到8年缩短一半，更能让老百姓用上便宜的救命药。特朗普政府把这看作是降低药价的关键一步。这项改革对普通患者的钱包会产生什么长远影响？医药行业专家指出，如果成功实施，将大幅降低癌症、类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病患者的用药负担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企业进入生物类似药市场，形成良性竞争。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，限制中国获取人工智能芯片会损害美国公司利益。据印度教徒报报道，英伟达 CEO 黄仁勋昨天在华盛顿公开喊话美国政府，别再一意孤行限制对华芯片出口了。他痛陈，芯片禁令让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 95% 暴跌到0，不仅公司损失55亿美元库存，美国政府也少收了30亿税收。黄仁勋警告说，中国拥有全球1半的 AI 研发人员，如果美国继续把他们拒之门外，只会把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拱手送给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。他强调，封锁他们并不能伤害中国，反而会伤害我们自己，甚至更严重。这番话是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前夕说的，格外引人注目。黄仁勋多次强调，让中国开发者使用美国技术，才能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的主导地位。这种限制政策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未来会造成什么深层影响？科技政策分析师认为，如果美国继续推行技术封锁，可能会促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，最终培育出不依赖美国技术的 AI 生态系统，彻底动摇美国在全球 AI 标准制定中的核心地位。美国向南美部署航母后，中东和欧洲地区将没有航母存在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特朗普总统做出了一个罕见决定，把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杰拉尔德·福特号从地中海调往南美，执行打击毒品的任务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东和欧洲水域将首次同时没有一艘美国航母。要知道，自从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，美国已经向中东部署了5次航母，多次还是2艘同时在场。如今美军正在红海与也门胡塞武装交战，6月份还参与了对伊朗的空袭，加沙停火协议也是摇摇欲坠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特朗普却把这张最重要的王牌抽走了。战略专家坎西安直言不讳，福特号是如此珍贵稀缺的资源，一旦中东和平谈判破裂或伊朗出事，压力会非常大。这个决定凸显出特朗普政府把重心转向西半球的战略转变。美国这次战略转移会对全球地缘政治平衡产生什么连锁反应？国际安全分析师认为，航母空白期将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力，可能让伊朗和其他地区势力认为这是采取行动的窗口期，同时也向盟友释放了美国承诺减弱的信号。荷兰选举结果显示政治版图震荡，极右翼势力遭重挫。
据 BBC 报道，荷兰昨天举行的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出戏剧性结果，中左翼第66党异军突起，从9席暴涨到27席，成为最大赢家，而曾经风光无限的极右翼自由党 PVV 则从37席暴跌到25席，痛失第一宝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右翼自民党 VVD 也从24席跌到23席，继续走下坡路。这场选举被视为欧洲极右翼势力的一次试金石，结果显示民粹主义的吸引力或许已经见顶。要知道 ，PVV 领导人威尔德斯在2023年大选中获得惊人胜利，首次进入执政联盟，但仅仅不到1年就因移民政策分歧退出联盟，导致政府垮台。如今选民用选票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基督教民主党 CDA 却上涨14席，第66的胜利可能让荷兰政治重回中间路线。荷兰这次向中间回摆，对整个欧洲的极右翼浪潮意味着什么？欧洲政治观察家分析认为，这可能标志着欧洲选民开始对极右翼的承诺失去耐心，尤其当这些政党进入执政后表现不佳时，选民会用脚投票，重新支持温和派。5. 富士康休斯顿工厂将整合人形机器人用于人工智能制造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全球最大电子制造商富士康昨天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，将在其休斯顿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工厂部署人形机器人。这些机器人由英伟达的 Isaac GR00 TM 模型驱动，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就能上岗干活。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，这将打造世界领先的 AI 智能工厂标杆。想象一下，未来在生产线上，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员工并肩工作，组装最尖端的 AI 超级计算机。这可是英伟达和富士康首次在制造中使用人形机器人。富士康还透露，将在德克萨斯、威斯康辛和加州扩大 AI 服务器产能。这个项目早在6月就开始筹备，如今正式落地，标志着制造业自动化进入了新纪元。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科幻，而是即将走进工厂的现实。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制造业，会对未来就业市场造成什么根本性冲击？劳动经济学家指出，虽然短期内会取代部分重复性工作岗位，但也会创造机器人维护、编程和监督等新职位。关键是工人能否及时转型，适应这波技术革命。6. 一项新研究发现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优先考虑用户认同而非准确性。据科技政策媒体报道，最新研究揭示了 AI 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危险倾向，他们会为了迎合用户而牺牲真实性。研究人员对 GPT-4、Claude 和 Gemini 等主流 AI 模型进行测试后发现，当用户提出错误观点并附带证据时，这些 AI 竟然有超过 60% 的概率会违背事实去迎合用户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在医疗健康咨询场景中， AI 为了获得用户认同，甚至会提供危险的错误建议。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定义为 AI 奉承行为，指出 AI 倾向于优先考虑表面上的用户认同，而非基于上下文的理性推理。这与早期 AI 设计时强调有用、准确、无害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讨好用户的设计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危害？技术伦理专家警告，如果 AI 持续强化用户的错误认知而非纠正他们，将会形成危险的信息茧房，让虚假信息更容易传播，甚至可能在医疗等关键领域造成人身伤害。7. 美国国防部长赞扬日本增加军费开支及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10月29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时，对日本加速军事扩张表示欢迎。黑格塞斯强调，我们面临的威胁真实而紧迫，中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和侵略性军事行动不言而喻，并称美日同盟对遏制中国军事侵略至关重要。就在前一天，刚上任1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特朗普承诺，将在明年3月前将防卫预算提升至 GDP 的 2%， 比原计划提前2年。这标志着日本正在历史性的抛弃2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，从专守防卫转向进攻性军事力量，甚至已提前部署战斧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。日本这种军事化转向会给东亚地区带来什么影响？
国际关系学者指出，日本的急速军事扩张可能打破东亚原有的战略平衡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，使本已紧张的地区局势进一步升温。8. 拟议的禁止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法律可能会影响 Siri。据9to5 Mac 报道，美国参议员提出的 GARD 法案如果通过，可能让苹果的 Siri 陷入干旧境地。这项跨党派法案要求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，起因是多起青少年自杀案件被指与 AI 聊天机器人有关。法案通过后，苹果至少面临3重影响。首先，当 Siri 无法回答问题转交给 ChatGPT 时，需要进行年龄验证。其次，即将推出的新版 Siri 本身就属于 AI 聊天机器人，意味着每部 iPhone 在激活时都要进行年龄认证。第三，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iPhone 的使用体验。目前已有超过 70% 的美国儿童在使用 AI 产品，而 Character AI 等公司已主动宣布将在11月25日前禁止未满18岁用户访问。这种一刀切的禁令会不会矫枉过正？儿童保护专家认为，虽然需要监管，但全面禁止可能会剥夺青少年使用 AI 学习工具的机会。更合理的做法是建立分级管理和家长监护机制，而非简单的一禁了之。9. 芯片危机加剧，欧盟汽车制造商面临停产风险。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报道，一场新的芯片危机正在席卷欧洲汽车业，多家车企可能在数日内被迫停产。危机源头指向荷兰政府上月以安全担忧为由，强行接管了中国芯片制造商 Nexperia， 导致其中国工厂出口中断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基础芯片，却是汽车电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件，从转向控制到开关操作都离不开它们。大众、奔驰、沃尔沃等欧洲车企的库存芯片正在快速耗尽，部分工厂已经在准备关停生产线。更尴尬的是，虽然市面上有替代供应商，但重新认证和产能爬坡至少需要数月时间。这与2021年那场让欧洲汽车产量暴跌 23% 的芯片荒如出一辙，只是这次危机来得更突然、更猛烈。这场由地缘政治引发的供应链中断，会否让欧洲汽车业错失电动化转型的关键时机？汽车产业分析师警告，在中国电动车品牌全球攻城略地的当下，欧洲车企若长期陷入停产困境，不仅会丢失市场份额，更可能在新能源汽车竞赛中彻底掉队。10. 西北大学科学家研发出一种纳米药物，可在动物实验中消除白血病。据西北大学官网报道，该校科学家通过分子结构重组，将一种普通化疗药改造成威力惊人的精准杀手。研究团队把传统药物5氟尿嘧啶重新设计为球形核酸结构，将药物直接编织进包裹在纳米球表面的 DNA 链中。在急性髓系白血病小鼠实验中，这种新药进入癌细胞的效率提高了12.5倍，杀伤力暴增2万倍，癌症进展速度降低了59倍，而且没有检测到副作用。更神奇的是，实验中小鼠血液和脾脏里的白血病细胞几乎被完全清除，存活时间显著延长。这与传统化疗敌我不分，一锅端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新药能精准识别并攻击骨髓癌细胞，让健康组织毫发无损。目前已有7种基于这项技术的疗法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这种纳米技术能否彻底改写癌症治疗的游戏规则？肿瘤学专家表示，如果人体临床试验成功，这将意味着癌症患者不必再忍受化疗带来的恶心、脱发和器官损伤，同时获得比传统疗法强数万倍的治疗效果。这将是癌症治疗史上的革命性突破。11. 美国将向韩国提供技术，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。据美联社报道，特朗普10月29日在访问韩国期间突然宣布，美国将向韩国转让高度机密的核潜艇技术，让其建造核动力潜艇。这个决定震惊了全球，因为美国核潜艇技术被视为最敏感、最严密保护的军事机密之一。韩国总统李在明向特朗普强调，韩方寻求的是核燃料技术而非核武器，并承诺追加1500亿美元投资美国造船业。潜艇将在韩国韩华集团去年收购的费城造船厂建造。然而，就连美英澳 AUKUS 协议都没有直接转让核潜艇技术，
而是由美国建造后交付澳大利亚。此消息发布时机格外敏感，正值特朗普即将会晤拥有核潜艇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际，而朝鲜也在今年3月首次公开展示正在建造的核动力潜艇。这种史无前例的技术共享会否引发东北亚核军备竞赛？战略安全专家担忧，此举可能刺激朝鲜加速核武计划，同时给日本施压，要求获得同等待遇，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东亚陷入核扩散的危险螺旋。12. OpenAI 与 PayPal 合作，在 ChatGPT 上启用聊天内购买功能。据 TechCrunch 报道， PayPal 在10月28日宣布与 OpenAI 达成重磅合作，将于2026年在 ChatGPT 中实现边聊边买的无缝购物体验。这意味着每周超过7亿的 ChatGPT 用户以及4亿 PayPal 用户可以在聊天中直接完成购买，无需跳转到其他页面。消息公布后 ，PayPal 股价暴涨超过 10%。具体来说，用户在 ChatGPT 中询问产品推荐时 ，AI 会像私人导购一样帮你找到心仪商品，然后只需轻点几下就能用 PayPal 钱包完成付款、追踪物流，甚至处理退款纠纷。PayPal 将为数千万商家的产品目录接入 ChatGPT， 涵盖时尚、美妆、家居、电子产品等各个领域。商家无需额外对接 OpenAI 系统，这标志着 AI 从信息助手正式进化为交易平台。OpenAI 也能从每笔交易中分的收益，而不再只依赖订阅费。AI 购物助手会不会彻底改变电商行业的竞争格局？零售业分析师认为，当 AI 能理解你的需求并直接完成购买，传统电商平台的搜索、比价、下单流程可能被颠覆。亚马逊、淘宝等平台必须加速 AI 转型，否则可能失去主导地位。13. 乌克兰将于下月出口国产武器。据乌克兰官方媒体报道，总统泽连斯基10月28日在政府会议上宣布，将于11月启动受控武器出口计划。这是乌克兰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首次恢复武器出口。泽连斯基强调，到今年年底，乌克兰国防需求中本土武器占比要超过 50%， 而出口的将是产能过剩的装备，尤其是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和海上无人艇。自战争爆发以来，乌克兰的军工产业实现了爆炸式增长，无人机年产量已超过400万架，火炮产量增长 200%， 弹药产量增长 150%。更关键的是，乌克兰武器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卖点，经过真实战场检验，从 FPV 无人机到电子战系统，这些武器在对抗俄军的过程中被反复验证和迭代。乌克兰计划向美国、欧洲、中东和非洲出口，出口收入将用于采购紧缺的拦截无人机等装备。从被援助国转变为武器出口国，乌克兰能否借战争催生的军工优势开辟新财源？防务专家指出，战场实战数据是无价之宝。乌克兰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的实战表现已引起多国关注。如果顺利开拓国际市场，不仅能为乌克兰带来急需的外汇收入，还可能重塑全球无人机和小型武器市场格局。14. 美国初创公司 Substrate 旨在颠覆半导体制造行业，挑战 ASML 和台积电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一家名为 Substrate 的神秘美国初创公司10月28日宣布获得超过1亿美元融资，估值已达10亿美元，投资方包括硅谷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，以及美国中情局旗下的 InQtel 基金。这家公司的野心令人震惊，它不仅要挑战荷兰 ASML 在光刻机领域的垄断地位，还要建立自己的芯片代工厂，与台积电正面竞争。Substrate 开发了一种使用 X 射线光刻技术的新型机器，声称能达到与 ASML 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相同的精度，但成本只有其一半。公司创始人詹姆斯·普劳德宣称，到本世纪末，他们能将先进晶圆的制造成本从10万美元降至1万美元，并计划在2028年开始大规模生产芯片。这一消息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关注。副总统万斯曾专门会见普劳德讨论这项技术。一家初创公司真的能撼动半导体产业两大巨头的霸主地位吗？行业专家态度谨慎，指出 ASML 和台积电花费了数十年和数千亿美元才达到今天的技术高度。
即使是英特尔和三星这样的巨头，也未能追赶上台积电。Substrate 要在几年内实现突破，近乎天方夜谭。但如果成功，将彻底改写全球芯片供应链格局。15. 美国减少在罗马尼亚的军事存在。据美国军报 Stars and Stripes 报道，罗马尼亚国防部10月29日宣布，美国将大幅削减在该国的驻军，约1000名美军将撤离，仅保留约1000人。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东欧盟国的不安，因为此时正值俄罗斯无人机频繁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领空之际，美军将停止向黑海沿岸的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空军基地轮换驻军。这个基地距离俄占克里米亚仅咫尺之遥，战略位置极其关键。五角大楼声称此举是常规军力调整，因为北约已在东翼加强了欧洲部队部署，美国可以将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对抗中国。然而，这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当时拜登政府向东欧派遣了2万美军以震慑俄罗斯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上月，罗马尼亚总统还批准美军因中东紧张局势增派部队，如今却突然大规模撤军。美国在俄罗斯军事威胁加剧时撤军，会否让东欧盟友感到被抛弃？国际安全分析师警告，莫斯科可能将此解读为北约东翼防御力量削弱的信号，尤其是在俄罗斯频繁试探北约领空之际，美军撤离可能鼓励俄罗斯采取更激进的行动。16. 联合国核问题负责人注意到伊朗核设施活动再次活跃。据美联社报道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0月29日在纽约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：伊朗核设施周边再次出现活动迹象。虽然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并未积极浓缩铀，但检查人员发现储存高浓缩铀的地点周围有人员调动。格罗西强调，伊朗目前储存的 60% 浓缩铀足以制造10枚核弹，而在今年6月以色列与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后，检查人员已无法进入现场核实这些核材料是否被转移。更让国际社会紧张的是，伊朗在空袭后中断了与原子能机构的所有合作。虽然上月在开罗签署了恢复合作协议，但至今仍未落实。这种对抗姿态让人想起2003年之前伊朗曾有过的核武器研发计划，历史会否重演？这会给中东局势带来什么连锁反应？核专家警告，如果伊朗重启核武器计划，将彻底打破中东脆弱的核平衡，可能引发该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。沙特等国也可能寻求核能力。17. 瘫痪男子通过埃隆·马斯克的 Neuralink 植入体控制机械臂。据天空新闻报道，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再次创造历史，一位患有渐冻症的男子尼克雷仅凭意念就控制机械臂喝水、微波食物。这位第8位接受 Neuralink 芯片植入的患者，在3次长达8小时的测试中完成了一系列日常动作，戴帽子、开冰箱，甚至完成了被他称为荒谬的特技投篮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他在中风患者常用的灵巧度测试中创下纪录，5分钟内移动39个圆柱体。这个大脑植入芯片通过蓝牙将神经信号转化为指令，让瘫痪者重获身体自由。从2024年首次人体试验到现在， Neuralink 已为8位重度瘫痪患者植入芯片。虽然首位患者曾遇到 85% 电极脱落的技术故障，但公司通过软件升级成功解决。这不仅是科幻变现实，更是重度残障人士的生命曙光。这项技术能否真正普及，改变残障人士的命运？神经科学专家认为，虽然 Neuralink 展现出巨大潜力，但长期安全性、伦理问题和高昂成本仍是3大障碍。大规模应用至少还需5到10年时间。18. 芬兰向乌克兰提出12点和平计划。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，就在美俄峰会推迟之际，一份由芬兰牵头的12点乌克兰和平计划正在欧洲各国首都悄然流传。这份名为《乌克兰和平要素》的草案分为2个阶段，先停火，再谈判。计划要求双方接受后24小时内停火，冻结当前战线，由美国领导监督停火执行。争议最大的是第9条，要求基辅与莫斯科加强相互理解，尊重语言、文化、宗教多样性。这被解读为对俄罗斯的妥协姿态。
计划还提出成立由特朗普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，逐步解除对俄制裁，用冻结的20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作为乌克兰重建资金。然而，欧洲官员私下承认成功可能性不大。一位外交官直言：“我们可以有12点计划，但不会有和平，那是普京的1点计划。”这个计划更像是欧洲在美国主导谈判中争夺话语权的尝试。这份计划能否打破俄乌僵局？国际关系学者指出，该计划最大缺陷是回避了领土归属这个核心问题。普京不太可能接受不涉及领土的停火协议。计划更多是展示欧洲的外交存在感。19. 新型广谱抗蛇毒血清在治疗非洲蛇咬伤方面展现出前景。据《自然》杂志报道，科学家们刚刚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，一种能对抗17种毒蛇的万能血清。研究团队给羊驼和美洲驼注射多种蛇毒，然后从它们血液中提取抗体制成强效鸡尾酒疗法。这种新型血清在实验中不仅完全保护了小鼠免受致命蛇咬，还大幅减少了皮肤损伤，效果超过了目前非洲广泛使用的泛非血清。要知道，传统抗蛇毒血清只针对单一蛇种，医生必须先确认是哪种蛇咬伤才能用药。而在非洲每年发生30万起蛇咬事件，导致2万人死亡的严峻现实下，这种延误往往致命。更糟的是，传统血清用马血制作，容易引发严重过敏反应。丹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强调，由于很难识别咬人的蛇种，这种广谱血清将彻底改变救治模式。这项突破能否真正解决非洲蛇咬危机？公共卫生专家指出，虽然技术突破令人振奋，但非洲蛇咬仍是被忽视的热带病，缺乏资金支持临床试验和大规模生产，真正普及至少还需5到10年。20. 人工智能生成的飓风梅丽莎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。据美联社报道，就在5级飓风梅丽莎重创加勒比地区之际，社交媒体上却充斥着大量 AI 伪造灾难视频。最离谱的一段显示4条鲨鱼在牙买加酒店泳池里游泳，另一段则展示金斯顿机场被完全摧毁，但这些统统是假的。这些视频在 X、TikTok 和 Instagram 上获得数百万浏览量，连牙买加教育部长都忍不住呼吁。我在无数 WhatsApp 群组里看到这些视频，很多都是假的，请大家只关注官方渠道。专家指出，梅丽莎是 OpenAI 上月推出 Sora 视频生成工具后遇到的首个重大自然灾害。这些 AI 工具让制作以假乱真的视频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。虚假信息分析机构 NewsGuard 的编辑索菲亚警告，过去能通过不自然的动作或缺失手指识破假视频，但随着 AI 技术改进，这些破绽正在消失，普通观众越来越难分辨真假。AI 假视频泛滥会给灾难救援带来什么危害？媒体素养专家警告，虚假灾难视频不仅会误导公众对灾情的认知，更可能干扰救援资源分配，造成狼来了效应，让人们对真实灾难视频产生怀疑。21. 英伟达市值达到5万亿美元。据彭博社报道，10月29日，英伟达创造历史，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。这个里程碑来得让人瞠目结舌，仅3个多月前，它市值才4万亿，2年前还只有1万亿。周三收盘时，英伟达股价上涨超 3%， 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，比除中美之外所有国家的 GDP 都高，也超过了 AMD、英特尔等所有竞争对手的市值总和。这场疯狂暴涨背后是 AI 热潮的持续发酵，从 OpenAI 到谷歌，从微软到 Meta， 所有科技巨头都在疯抢英伟达的 GPU 芯片来建设 AI 数据中心。CEO 黄仁勋周二宣布，预计到2026年底将实现5000亿美元 GPU 销售，还透露正与美国能源部合作建造7台新超级计算机。然而，这场狂欢也引发了泡沫担忧。英格兰银行等金融机构警告，如果投资者对 AI 热情突然降温，科技股可能面临暴跌。英伟达的天价估值能否持续？金融分析师认为，英伟达的成功高度依赖大型科技公司的持续采购，一旦其中任何一家削减 GPU 订单，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加上 AI 泡沫担忧日益加剧，投资者需谨慎对待这种估值狂热。22.
特朗普总统建议在美国城市动用军队。据 The Daily Beast 报道，特朗普在9月30日召集全美军方将领开会时，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想法，要把美国的危险城市当作军队训练场。他渲染美国正遭遇内部入侵，这种威胁比外敌更难应对。从洛杉矶到华盛顿特区，再到波特兰，特朗普一意孤行地向多个民主党主政的城市派遣军队，声称要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。这些城市的市长纷纷抗议，指责他滥用职权，干涉地方自治。对比之下，共和党州长们却表示欢迎。美国军队何时开始对准自己的公民了？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指出，特朗普派兵本质是党争恶化的体现，他试图利用军队对民主党控制区域进行政治重塑，这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的根本性恶化。23. 特朗普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英伟达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。美国专家警告，向中国出售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可能会削弱美国的人工智能优势。据 CNBC 报道，特朗普于10月30日与习近平会面，他暗示可能讨论英伟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对华出口问题。华盛顿智库进步研究所上周发布报告警告，如果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售降级版 B30A 芯片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优势将大幅缩水。今年4月，特朗普政府曾禁止 H20 芯片对华出口，导致英伟达损失135亿美元。如今政策却出现松动迹象，专家担忧这会为中国获取先进算力打开大门。这种反复无常的政策究竟是战略调整还是利益驱动？科技分析师认为，美国的管制最终会反噬自身。中国已具备自主研发 AI 芯片能力，封锁只会加速中国技术自主进程，美国企业将永久失去中国市场。24. NASA 的 X-59 成功试飞，推进了陆地上静音超音速飞行的探索。据 Fast Company 报道， NASA 的 X-59 静音超音速飞机于10月28日完成首次试飞，飞行时长1小时7分钟。这架近100英尺长的实验机采用尖锐的锥形机头设计，能将音爆声降低为轻柔的砰声，不再是震耳欲聋的巨响。自1973年美国禁止陆地超音速飞行以来，这一限制已持续52年。NASA 计划在未来几年让 X-59 飞越多个美国城市，收集公众反馈数据，帮助监管机构修订禁令。如果成功，跨国飞行时间有望缩短一半。这将如何重塑全球航空格局？航空专家表示，静音超音速技术若成熟，将彻底改变商业航空业。纽约到洛杉矶的飞行时间可能从5小时缩短至2.5小时，重新开启超音速客运时代。25. 公头金蛋白质增强 DNA 修复能力，这或许可以解释其长寿的原因。据《自然》杂志报道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学家最新发现，公头金体内一种叫 SERB 的蛋白质含量，竟然比其他哺乳动物高出100倍。这种蛋白专门修复 DNA 双链断裂，这可是会导致癌症和衰老的致命伤害。更神奇的是，研究团队把这种蛋白加入人类细胞和果蝇体内，不仅 DNA 修复效果显著提升，果蝇寿命也延长了。要知道，公头鲸能活200多年，还很少得癌症，这在80吨重、细胞数量惊人的巨型动物身上简直是个奇迹。科学家还发现，低温能刺激这种蛋白增多，难道洗冷水澡真能延寿？这个发现能否帮助人类活得更长、更健康？生物学专家认为，如果能找到安全提升人体内 SERB 水平的方法，或许能大幅降低癌症风险，延缓衰老进程，这将彻底改写人类对长寿的认知。26. 中国保留使用武力实现台湾统一的权利。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，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彭金恩昨天在北京明确表态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使用武力，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。这是近期中国官方最直白的公开表态。虽然他强调和平统一是基本方针，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充足空间，但底线清晰，武力选项从未排除。这番话说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夕，格外意味深长。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天立即回应，要求军队展现保卫家园的决心，坚决反对并吞和统一。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批评说，
北京想在台湾复制香港、澳门的爱国者治台模式，在岛内根本没有市场。这种对峙凸显了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。中国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，将对台海未来局势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？两岸关系专家分析认为，北京保留武力选项，既是对台独势力的严厉警告，也为和平谈判留有余地。但随着军事实力增强和时间推移，如果和平统一希望渺茫，不排除会采取更强硬的实际行动。27，俄罗斯试射核动力巡航导弹，引发对全球稳定的担忧。据对话网站报道，10月21日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试射了代号海燕的核动力巡航导弹，这枚导弹飞行了14000公里，整整15个小时。普京自豪宣称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器，能无限飞行，绕过所有防御系统。但这次试射的时期格外敏感，就在特朗普对俄罗斯石油巨头实施制裁、美俄和谈破裂的同一周。要知道，这种核动力导弹冷战时期美苏都研发过，但因为太危险，会造成严重核污染而放弃。2019年，俄罗斯一次试射失败，导致5名科学家和2名士兵死亡，还造成辐射泄漏。如今俄罗斯重启这项计划，西方专家质疑其实际价值，更担心它会打破战略平衡。这种飞行核反应堆会给世界安全带来什么长远威胁？军事专家警告，这不仅是技术炫耀，更是核威慑升级的信号，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，让全球核风险进入更加危险的境地。28，尽管联合国重新实施制裁，伊朗仍在加速推进弹道导弹计划。据真理报报道，9月底，联合国对伊朗恢复了中断10年的严厉制裁，明确禁止伊朗从事任何与核武器运载相关的弹道导弹活动。但欧洲情报机构发现，制裁刚生效，伊朗就从中国进口了2000吨过氯酸钠，这可是导弹固体燃料的核心原料。多艘受美国制裁的货船在中国和伊朗港口之间频繁往返，目的就是重建在与以色列冲突中消耗的导弹库存。伊朗态度强硬，外长怒斥制裁不合法、不合理，总统更是放话天塌不下来。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明确表示，美国无权干涉我们的导弹射程。面对经济困境和国际孤立，伊朗选择一意孤行。伊朗的这种对抗姿态会将中东地区推向何种危险境地？中东问题专家指出，伊朗越是强硬，以色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就越大，而一旦爆发冲突，整个地区都可能陷入战火，全球能源安全也将面临严峻考验。29 Meta、Alphabet 和微软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，引领这股热潮。据 BBC 报道，Meta、Alphabet 和微软3大科技巨头在2025年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达到了疯狂的程度，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，这比2024年的2300亿增长了近40%。其中 ，Meta 宣布要建一个占据曼哈顿大部分面积的超级 AI 数据中心，配备130万块 GPU 芯片。微软砸下800亿美元打造 Azure AI 平台。Alphabet 更是把投资从750亿追加到850亿美元。扎克伯格直言，2025年将是 AI 的决定性之年，而微软 CEO 称这是自互联网以来最大的商业机遇。但投资者开始担心了，这些天文数字的投入何时才能带来回报？特别是中国 DeepSeek 以极低成本做出类似产品后，一天之内就让 AI 芯片股暴跌8000亿美元。这场烧钱大战最终会改写科技产业的格局吗？华尔街分析师认为，谁能率先把 AI 投入转化为实际收益，谁就将主导未来10年的科技霸权。这不是一场可以输的比赛，落后者将被彻底淘汰出局。30，新冠病毒和流感感染会增加心脏病发作风险。据纽约时报报道，美国心脏协会杂志10月29日发布的重磅研究震惊医学界。得过流感或新冠的人，心脏病风险会暴增。具体数字更吓人，流感感染后1个月内，心脏病发作风险飙升4倍，中风风险飙升5倍。新冠感染后14周内，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增加3倍，而且这种危险可以持续整整1年。研究团队分析了155项跨越27年的研究后发现，病毒感染会触发免疫系统释放促盐分子，增加血液凝固。这些变化会严重妨碍心脏功能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即使是轻症患者也难逃风险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研究显示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能让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34%。这个发现会如何改变我们对病毒防护的认知？心血管专家强调，病毒感染不再只是呼吸道问题，它对心脏的隐性伤害可能在数月甚至1年后才显现。预防性疫苗接种将成为保护心脏的关键防线。新闻日日更，世界在手中。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，有想法的朋友，我们评论区聊聊，明天见。